刚刚吃完一顿很地道的马来西亚国民早餐。今天我们想换一种最简单，甚至有点笨的方式，去打量这片世界文化遗产最真实的模样。在乔治市，也许最好的旅行方式，真的就是迷路。别问我路线，我没有地图；也别问我终点，我只想彻底的任性。你会发现，那些真正能触动人的风景，往往都藏在攻略的盲区里。如果你看累了，可以先在这里停一下，这片风景会一直等着你。等下次我们再从这里继续这段随性。毕竟在乔治市的巷弄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拐角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你。10多年前，一位来自立陶宛的艺术家恩尼斯在这里创作了姐弟共骑单车等一系列壁画。没想到这些作品让乔治市逐渐成为世界闻名的街头艺术之城。这幅画不仅成为槟城的标志性景点，也让原本宁静的亚美尼亚街变成了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圣地。你没有的话，等一下你跳来跳去。对的，我要那个手举起来的。啊，手前转左。啊。然后我的店，不好意思啊，我的店是出行车的。如果你觉得乔治市的底色是苍老的，那说明你还没迷路到这一条窄巷。抬头看，
几百把彩虹雨伞在旧屋檐下撑起了一片天。这种美甚至带点超现实的幻觉。这里没有名画，却成了最温暖的景点。它像是在告诉每个路过的人，即便生活再局促，街道再窄小，只要抬头，总能撞见一片属于自己的绚烂。乔治是最懂这种浪漫，在最苍老的地方开出最鲜艳的花。笨拙的魔法。一边是岁月剥落，连花纹都模糊了的百年老墙，甚至带点孤独的清冷。可只隔着一条马路，又是另一番红红火火的人间。这种冷清与热烈，破旧与繁华的对比，就是最真实的乔治市。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老去，也从不吝啬对生活的庆祝。这些翻新过的骑楼，像是一张褪色后又被重新上色的老照片。你看，虽然墙面新了，但那份独有的南洋风骨还在。乔治市并不是破烂，它也有这种被体面维护的一面，这让它的文化生命力显得更长久。乔治市街头艺术的真正鼻祖其实是铁塑漫画。你看这些黑色的铁丝，线条极其简单，却勾勒出这座城市最地道的市井幽默。走了几条街，迷失的终点就在这一碗冰城拉萨。端上来那一刻我就懵了，这碗里到底装了多少我叫不上名字的食材？香料的粤菜，每一个食材都像是一个未解之谜。虽然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全照片上的鸡蛋。菠萝，这是菠萝。米粉、面，还没有蛋呢。他说是米
西的肉末是什么呢？猪肉末还是牛肉末？这个有点像猪肝一样的，西的肉末里面是的，有香菇，看香菇。等这一口汤下去啊，那种酸、辣、咸撞击味蕾的那个感觉啊，瞬间让人清醒了。原来乔治市的味道就是这种，搞不清楚到底放了什么，却又让人欲罢不能的复杂。那里面中还是中餐。槟城街头最神奇的补给站，米其林级别的尖蕊。这种绿色的粉条配上椰浆，看着有点奇怪。椰糖直接冻在冰块里，往浓浓的椰子水里一扔，一边喝着它，一边慢慢的化，冰凉冰凉的，这种透心凉的感觉，真的只有在南阳这种烈日下你才能懂。喝完这一杯，又能在这老巷子里再转3圈了。乔治市的街道很窄，车和人几乎走在同一条路上，有时候过马路甚至需要一点技巧，有些地方甚至显得有点旧，有点乱。但也正因为这样，这座城市看起来更真实。这里是爱情巷。爱情巷是乔治市历史城区内的一条著名街道，以其浪漫的名称、殖民建筑、街头涂鸦和夜间独特的繁华氛围而闻名。我们白天就转悠到这里了，你漫步在古老的骑楼下，依然能感受到乔治市独特的慢节奏。每一条巷子都有自己的脾气，这里没有刻意的修饰，只有生活最原本的样子。我喜欢这种随机感，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是哪位艺术家留下的神来之笔。
这位划船的老人，脚下这些剥落的红砖，在普通人眼里是残破，在艺术家眼里却是支撑起生活的归宿。老人就在这片废墟之上划着船，神情那么专注。小猫跑了。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里的画面，墙上是凝固的艺术，墙下是还在谋生的三轮车，它们挨在一起，好像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看对面蓝色的路牌，我在槟城很想你。这种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的网红浪漫，也入侵到了乔治市的旧屋檐下。钻出那些窄巷，乔治市突然变了一副面孔。这里的路宽了，树高了，但建筑上的每一个浮雕，其实都和窄巷里的铁丝漫画一样，在记录的这座城市不同阶段的记忆。乔治是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这种互不打扰的共存，市井的归市井，宏大的归宏大，他们隔着几条街，却能安然相处了100多年。走到底就是海了，这种感觉很奇妙。前一秒还在拥挤的旧时光里穿行，后一秒视野就被马六甲海峡彻底打开了。在这里停一下，吹吹海风，迷路的焦虑全被这片海给治愈了。这里是乔治市的华尔街，虽然叫 Beach Street， 但因为填海造路，海已经远了。这里的每一栋欧式巨型建筑，以前都是跨国银行、洋行，代表了乔治市作为大英帝国远东贸易枢纽的历史。每一个漫画旁边都有一个2维码，扫一下就像是翻开了这整条街道的前世今生。说到这些壁画，我觉得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们仿佛和斑驳的老墙融为一体。它们不是为了被拍照而存在，更像是这些老房子在轻声和我们对话。在这个转角可能遇见一段童年的记忆，在下一个转角也许又是对一段消失历史的回应。在迷路的过程中与他们不期而遇，这种惊喜才叫旅行啊！如果你来槟城，一定要留出1整天，什么都不做，就在这些老街里把自己彻底弄丢一次。
看这炭火飞溅的尽头，整条街都弥漫着那股浓浓的火气。不用看路牌，也知道我们已经走到汕头街了。槟城汕头街上的百年老字号，这个摊位还曾被 CNN 评为槟城10大街头美食之一。什么都想查，于是点了一份卤水拼盘。我们俩又开始对着这拼盘认食材了。这应该是一块块卤的刚刚好的，到底是什么部位？有点幼稚，却也挺有趣的。啥？这个是啥？这是卤肉，对吧？这应该是卤肉，它很辣，你看是一煎，你看肉，然后底下是鸭血，这是什么菜？鸭血和一个菜，然后还有这个内脏，这是猪内脏，内脏。上面浇的是橙汁，检查完毕，检查完毕。哦，底下是鸭血，然后大肠，是吧？这好像像大肠，你看大肠。我先尝一个这个。再配上一杯槟城特有的豆蔻水，入口是一种很特别的草本清香，真的绝了。我们从日出走到日落，虽然路不好走，车又多，但在这里走着心里不累。为什么？因为你抬头看，没有那种把人吞掉的高楼大厦，阳光能直接照到脚底下的青苔上，这种低矮的建筑尺度，让人觉得自己不是写字楼里的一颗螺丝钉。在乔治市，这样由老宅改建而成的遗产酒店有很多，不经意间就会错过。他们就藏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街边，你以为只是一个破旧的窄门，推开之后，里面可能就是一个曾经获建筑大奖的精品房间。只有真正住进去、体验过，才算来过乔治市。